你知道三国最著名的一场城战是什么吗？我敢肯定会有很多人说长坂坡之战，还有火烧赤壁之战，但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以上说的都不是。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盘点出了三国10大城战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二次合肥之战，它是孙武与曹魏之间的一场战役。建安20年，魏将张辽等人镇守合肥，趁曹操在汉中用兵的机会，孙权调集了10万大军来发动第二次合肥之战。然而东吴军队被张辽攻打时，孙权所向无敌，但是孙权在撤退时又遭到张辽的攻击，因此大败，而这也直接奠定了张辽在三国名将中的地位。火烧上方谷，在当年由于东吴和蜀汉两军在渭南相持太久了，而蜀军远道而来便不可久战，于是诸葛亮就计策把司马懿引到上方谷，然后用准备好的易燃物质活烧司马懿等人。而在魏延把司马懿等人引入上方谷时，上方谷就立马被烧得火光冲天，眼看司马懿等人就要葬身火海之中，但是这时大雨却从天而降，因此大火被迅速扑灭，而司马懿他们也就幸运地逃脱了，并且诸葛亮还不由得深叹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汉中之战，这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一场战争，也是刘备与曹操的大决战，而双方参战的基本上都是三国时期的名将。而在这场战争中，刘备投入了除关羽之外的全部家底，总计兵力为12到13万人。虽然曹操已经过了鼎盛时期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投入的兵力依旧高达20万人。而最后战争以刘备胜利而告终，因此他的人生也达到了巅峰。火烧博望坡，这是诸葛亮出山后的第一把火。当时夏侯惇挥兵10万来攻新野城，敌我力量相差极为悬殊，因此诸葛亮在博望坡设下埋伏，而这一切妥善安置完毕，只等夏侯惇往陷阱里钻了。结果夏侯惇仿佛就是为了配合诸葛亮一般，完美的按照诸葛亮的计策行事，最后基本上都葬身于火海。而此战的胜利奠定了诸葛亮在刘备军中的地位。空城计，在街亭一战结束后，蜀军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单位，而诸葛亮派出了所有的武将去各地守卫，但是此时司马懿率领数十万大军正向诸葛亮进攻。即使是面对此等危险，诸葛亮不仅撤掉了城中所有的防御，还亲自把城门打开，然后摆出一个无人看守的城池，在城门上面抚琴，而这安静肃杀的气氛回荡在其中。因为司马懿深知孔明用兵谨慎，觉得不会做出如此冒险的事情，认为周围必有伏兵，于是不敢向前，急急的就退兵走了。火烧赤壁，在公元208年，曹操率20万大军顺江而下，而此时的周瑜率领3万兵马去抵抗，虽然兵力存在很大的差距，但是周瑜使用了火攻的计策，使曹操大败。而在赤壁之战中，孙权和刘备在强敌进逼的情况下，选择了结盟抗战，并且还巧用了火攻，使其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，并且此战还为三国的鼎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长坂坡之战，建安13年，由于刘备被曹操击溃，于是他就携民众逃跑，但是糜夫人和刘禅在途中被曹军围困，糜夫人选择投井自尽了，而赵云在100万曹军中杀来杀去，七进七出，把刘禅完好无损的送回，途中还斩杀夏侯恩，获得青钢剑。而张飞在长坂坡断后下阻曹军，并且夏侯桀还被张飞大喝吓死。关羽水淹七军，在当时关羽率领大军进攻樊城，于是曹操就派了于禁、庞德2名大将前去支援，但不久樊城下了一场大雨，这使汉水猛涨，由于于禁的军营扎在低洼处，所以大水直接把七军军营给淹没了，再加上关羽此时正率领水军进攻，最后于禁选择了投降，庞德不降被斩，而此战使关羽名震中原。要知道于禁和庞德率领的七军数量高达3万人左右，但还是不如关羽的天时地利和知己知彼的战术，因此败得惨不忍睹。虎牢关之战，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场战役，而这场战役的参与者有非常多著名的人物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吕布、关羽和张飞3人。此战主要是因为吕布率领大军攻打虎牢而展开惊心动魄的交锋，并且在这场战役中，他们都发挥出了自己的过人之处，但是吕布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樊城之战，这场战役主要是关羽和曹操大军还有孙权大军的较量，不一样的是关羽和曹操在正面较量，而孙权却是从背后捅关羽一刀，因此这战役关羽大败，而他不仅把性命弄丢了，还把荆州弄丢了，并且这一战让蜀汉开始走了下坡路，还为后面蜀汉夷陵之战做好了铺垫。而这时的孙权和曹操也有了微妙的关系，其影响力还是很大的，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一实至名归。